家好，看到又起风了啊，天气又阴沉了。根据天气预报呢，又有一个台风啊，吹向中国广东省西部，应该会吹向海南岛和广西沿岸吧。台风要来了，应该会带来更多的雨水，也会给这几天啊又逐渐炎热的天气呢降降温。当然，这就是广东地区的夏天、秋天的天气的这种常态啊。就有时候被动的会受到一些台风的影响，但是呢，也正是拜台风所赐，就会把这个气温呢进行一些调节到相对来讲啊比较能够接受的，大概体感温度在30多度上下啊这样的一种天气。今天呢，我女儿要从日本旅游回来了，现在呢，她已经顺利的到达了羽田机场了。但我们相信一切都会顺利。今天晚上呢，我们希望亲自去接她，但是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点担心这个台风的影响啊，因为台风天气呢，对飞机航班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根据天气预报啊，就广东省受到台风的正面的影响呢，应该是明天。但今天呢，我相信啊，已经刮起了风，但愿呢还不至于有那种雷暴雨，但愿一切顺利吧。这次呢，我是在广州啊，几乎就过了一个夏天啊。从加拿大回来以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去到别的地方，所以呢，还是体验到了在广州度过一个完整夏天的感受啊。就大家根据我每天分享的视频呢，也可以了解到，我基本上就是挑一些气温相对不是很高的天气，一般控制在33度左右或者以下呢，就出去做一些骑行。但是呢，周围地方啊也都去过了啊，所以更多的时候呢，一个是为了躲避高温，另外一个呢，也是出于防止中暑啊、安全方面的考虑，大部分呢还是采用在村里骑行，所以感觉呢有一些抱歉啊，因为没有办法为我的朋友们呈现更多新颖的内容。这个呢也有违我自己啊，就其实很希望能够经常去到一些我自己都没有去寻访过的地方，同时呢，在这种新鲜感的驱使底下啊，保持更好的生活的热情，而且呢，就可以尽我可能啊，多做一些视频，让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也会因为这些新鲜感，保持对我视频的跟随。但是呢，天不遂人愿啊，就面对这么高温的天气啊，就顶着烈日，真的，一个是确实对身体不利啊，那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学会保护自己。
另外一个呢，老实讲啊，真的，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出行的时机，所以从我个人来讲呢，也必须忍耐一下啊，就克制一下出远门的冲动。所以更多的时候呢，除了按部就班的做一些骑行慢聊的视频之外啊，这种视频基本上就在村内骑行中完成。也希望呢，通过一些话题来增加一些视频的有趣味性，或者呢，对于当前的一些热点这种信息状况呢，发表一些自己的议论啊，也由此作为呢自己骑行当中的一种佐料。总之呢，就是让自己的这份骑行啊热情还能够保持下去啊，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比较枯燥无味的村内的骑行当中呢，还能够保持一种愉快的身心，同时呢，也是保持这样的一份热情吧。那我觉得也只能仅此而已啊。但是我所想到的那些谈资，或者说我有兴趣发表我感想的一些突发的事件、社会的现象等等呢，就未必是观看我视频朋友们的兴趣。所以这个方面呢，真的不能强求啊。所以有一些内容大家没有兴趣呢，就直接划过就好，真的不用浪费时间啊。因为于我而言呢，志不在让我的说的那些话题呢，引起大家更多的共鸣，更多呢，仅仅就是促进自己可以一路骑下去啊，让自己呢保持一种骑行的热忱，从而呢达到一种慢慢的骑行健身，最后呢让自己获得身心两方面的愉悦啊，就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正因为此呢，最近在家里待的时间就比较多，那有时候呢也会通过网上啊一些网友们拍的一些视频，获得一种愉悦，或者是充实自己的某种欠缺的知识。就比方说前些天在修理单车的时候啊，就看了几个网友的视频，学会了一些修理单车的小小的技能，实践了一下呢，感觉还是有用啊。就基本上都是临时抱佛脚，出了什么状况呢，就学习一番。但是感谢网络，感谢在网络上分享的朋友们，就在需要时候呢，真的能够找到一些途径啊，让自己迫切需要的一些修理的方法，就能够呢很快的用于自己的维修单车上来。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拜互联网所赐，还挺不错。另外一方面啊，或者说更多的呢，就是看看大家分享的一些生活视频。那我自己呢，没有特定的目标，说一定是要找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和自己年龄相符，或者更多的去参考别人的退休的方式
和那些生活的分享啊，而我反而是什么都能接受，什么都可以让我感觉到啊，原来生活是这么的丰富，生活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冒险，或者这些呢，别人做的那些事，就是自己甚至想都没想过的，但是内心当中呢，也是有所期盼、有所期望的那类事情。就比方说，昨天开始我就看了好几个视频，那这种视频呢，我是基本上以前都没怎么接触过的。也就是说呢，看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据说夫妻两个都是80后，正宗的中国人。就他们呢，真的是让我感觉啊，为此赞叹啊。就是他们在2年多以前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开始做一件这种创举性的事情，就是他们先是租用了一条很大的帆船，并且呢，很快就购买了一艘崭新的中国产的帆船啊。但是据说这个帆船的很多的设计的理念和零部件呢，都是从德国来的。结果呢，他们就开着他们的船，开始了他们的梦想，就是环球旅行。那我当然只是看了一部分他们分享的一些叙事式的视频，看到他们开着他们刚下水的船，行程2500英里，从中国的青岛出发，一直去到中国的南海。第一站呢，到了菲律宾，然后呢，在东南亚的海域啊，就南海的这些海域呢航行，中间呢去了很多的岛屿，然后呢，也让我们见识到航行中的一些趣闻。而更要紧的呢，就是他们在航行之余啊，也在各个地方呢结交同好的朋友，就展示的一种虽然与世无争，但是呢，真的不是每个人有勇气去走出这一步的这样的一种壮举啊。因为这种通过帆船来环球航行，就哪怕你只是在一个海域啊，就连续在这种茫茫大海之中航行10几20天呢，我就觉得这个都不是普通人能够接受和能够开始的这种壮举。所以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这2位年轻的夫妻捏了一把汗，但同时呢，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刺激，由衷的为他们的行为赞叹啊。那当然，我相信他们的旅程才刚刚的开始，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开着崭新的一艘帆船，应该是有55尺长吧，而且呢，它的桅杆升起来有23米那么高，应该算是一条比较大的船。
因为从他们分享的视频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船呢，它有5个房间，就可以睡人的房间啊，包括差不多同样数量的洗手间，有非常宽阔的平台，当然也有一个在平台之上的一个算是天台吧。就从他们在所到之处啊下海捕鱼捉蟹，就那种感觉呢，真的就感觉是一种现代人过的原始人的自给自足的那种生活啊。因为就像他们视频里面讲到的，就他们早上的时候呢，就会下水去捉鱼，捞一些贝类啊。那有时候去到一些地方呢，把船下了锚以后啊，下海以后就可以去捞很多的龙虾。按照他们的说法呢，真是水产龙虾自由。这种境界啊，就让人家感觉哇，这个就不是原始社会那种只是口粮的自给自足了。那这些都是高级食材，别人一般真的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这样的一种美味佳肴啊，所以看得真的有让人流口水的冲动啊。就所以呢，我们一边看这样的视频，一边也在琢磨，就觉得这样一艘大船啊，崭新的设备齐全，不但有全自动的导航，还有充足的动力，那展示出来的那种设备啊，还有船的装修，都是让我们眼花缭乱，就觉得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负担得了。那确实呢，根据这对夫妻的介绍，这艘船呢，他们是全新定制，价值600多万人民币，就相当于一线城市的一个2、3房的一个房子啊，就觉得可以想象，他们呢肯定也是为此做了很多经济上的准备吧。但是呢，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讲，这应该是一次孤注一掷的环球航海啊，必须要投入的资金。那当然，这个价格高到令人着实，因为还有很多在航行当中的费用等等啊。那无独有偶呢，就在我们观赏这样的视频的时候，YouTube呢，它永远都是这样啊。他以为你对这样的视频有兴趣，他就会推荐类似这样的视频。那我们看到一位中国的女士，当然年龄应该是一位中年人吧，可是她参与这个环球航海呢，大概已经有5、6年以上的经验了吧，而且在人生当中呢，曾经买过3条船，也都是帆船啊。那么在这样的3条船的使用当中啊，当然也出过一些状况，比方说他的第2条船应该就是搁浅损坏了，所以不得不又新买了1条2手的船。而且呢，他身处欧洲，应该在法国还是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就那边呢正好是那种游轮帆船这种活动啊
开展的非常好的地方。他不但买来2手的帆船，还要进行翻新和添加很多的设备。但是呢，他的船跟那位年轻的夫妻买的船呢，相比而言就不是一个级别了，应该就是普通的家庭或者是帆船爱好者他们会买的那种比较小型，但是呢却具备了可以远洋这种能力的帆船。当然是旧的帆船啊，性价比呢还是比较高的。而且看他最后买的那个帆船和他以前曾经损坏沉没的那个帆船，看到呢价格大概在50万到100万人民币啊。所以这种价格呢，就是相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庭啊，如果你在消费上面做一些取舍的话呢，也是将可以负担的啊。当然这个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成本费用啊，但最起码呢就让人家看到原来航海也没有那么的高大上啊。但是真正需要的呢，可能就是勇气和你想要实现这种梦想的奋斗的精神吧。所以这是第2个我们看到的关联的视频。那今天我出门以前呢，看了第3个推送过来的视频。这个视频呢是讲一位以前在大陆的一位歌手，那看名字应该是一位过气的就不好意思这么说，因为成功的歌手恐怕也不是那么多。曾经呢也录制过唱片，起码是一个音乐的爱好者。结果他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以后呢，他就拥有一艘帆船。他自己每个星期呢都会在停泊在港湾的这艘帆船里面呢过几天自己的小日子。虽然根据介绍呢，他在市区里头是有住所的，而他这个帆船呢停靠在码头上，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室，因为我看他有很多制作音乐的一些设备而且根据他的介绍，在港湾的码头上停靠的很多船只呢，有些并不是可以随便开出去的那种游艇或者帆船，还有一些呢就是停靠在码头上其实就是水上人家。根据他介绍呢，就跟市里头的一个公寓差不多价格，那我的理解就是50-60万加币这样的一种水平。那这样的房间呢，其实也分为几层，还有这个楼顶的平台，就生活在这样的岸边就大家知道温哥华的港湾是非常之美的，我呢也曾好几次在这个港湾边上骑行流连过所以真的也看到过很多人呢在那边生活。有些人就是在岸边的这种公寓里面居住，但是门前呢就会有一排排可以停靠这种小游轮的码头。当时我还觉得说，如果谁原本是可以买一个 house 的人，但是他放弃买一个大的 house， 结果花一半的钱就在这种水岸公寓呢定居下来，然后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码头上拥有一艘这样的小船，不一定每天就过段时间呢你就可以到这个海里面去兜一圈。我觉得这种生活也是非常的让人羡慕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是居住在这样的一种码头上当然每个礼拜可能就是那么几天吧。
在天气好的时候呢，肯定会约一些朋友出海。那么后面2位介绍的他们的船呢，并没有那么的高大上啊，因为价钱也是摆在那里的，是恐一般人可以负担得了的一个价格。当然，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养这种船，就跟养车、养房一样，它又涉及到很多的一些费用，还有保险，还有租用这种码头，它一定是有不小的费用的。就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本呢？我一概无知啊。但只是看到这个船，听到大致的介绍，我觉得很多普通人呢，只要有正经的工作，如果你有所取舍，你生活中放弃一些消费，踮踮脚呢，还是可以负担得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国外啊，我相信在欧美都是一样，就大家呢未必是拔苗助长，非要提升自己的收入，去买一个自己踮踮脚都很难够上的大房子。而很多人呢，他退而求其次，但是呢，却让生活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有这种多元的色彩，而且呢，会过得与众不同。就比方说，很多人会选择房车、小艇，或者呢，到山里、到海边呢，去住几天，开着自己的车啊。但是很多人呢，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船，去一些小岛，过几天舒心的日子等等吧。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的理念啊，因为人生说短短，说长长，但是你过得有意义与否呢，才是真正你的人生的这种体验，它的宝贵的程度啊。就今天早上你也看到一篇，其实英文的一个报道，就说美国呢有一些科学家就对人、对这个健康，还有就是人呢，如果你要不注意的话，他的这个生命线啊，它并不是平平淡淡的这么发展下去的，它是会有2次断崖式的衰老。那他说了2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呢，就是人在44岁左右啊，就你会经历一次身体的衰退。而另外一个关键的年龄段呢，就是55岁，就你会有些人呢，发现自己或者别人来关注他的话，就会有断崖式的衰老。那这个呢，是人的这种身体啊，它的代谢、它的基因，当然也跟你在适当的时候呢，是否保养你的身体，能否在合适的年龄段呢，增加你的运动量，进行健身，还有呢，就是你长期对于摄入的营养，你的饮食的管控，就这些呢都有关系。但无论如何，现代人的寿命呢是越来越长，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呢，即便是法定的65岁退休年龄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们选择延迟退休。就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一个人活到工作退休的时候，为什么还要
继续干下去，甚至呢不惜挤压这些年轻人就业的机会了。数据给出呢是大家对于自己这个一辈子工作的时候所存的退休金呢没有足够的信心，对自己能否用这些有限的退休金打发自己活得越来越久的年纪呢，就是大家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吧。所以大家呢总是希望能够多挣一点以便让自己死不了的那些年呢有足够的钱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和得到更多的照顾。所以这就是今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学习到的一些知识。那么也就是说，人即便是活得越来越久，但是这个也就是一个平均数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活过这个平均的寿命。而且呢，人越老，生活的质量可能就没有你所期盼的那么高了。那这个呢，这种生理的衰退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工作了一辈子，他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虽然各个国家退休的年龄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美国、日本、加拿大都是65岁以后，那有些国家呢已经把它延长到了68岁，因为这些社保的基金不够但是呢，像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男性60岁退休。当然你如果有专业知识你可以选择延长到65岁，但是怎么说都比其他的西方国家要更早退休。所以呢，就像在下也是到了60岁就退休了，因为呢自己感觉已经奋斗了一辈子，继续要再做贡献呢，也更多的是为别人做贡献，为子女做贡献。那我觉得未来在自己还能走得动，还能够活动，还有想法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激流勇退就适当的降低一些生活的这种标准吧，更多的把时间和有限的金钱呢，用到一些更多的人生体验上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就比方说，像我现在这样的开始骑行，但是骑了2年多呢，虽然觉得对身体有益但是呢也会觉得有点枯燥。接下去呢也在打算做一些又可以骑行又可以去一些新的地方，尤其是以前从来没有到过地方呢，做一些旅行。那这些呢都在规划之中，并且看了今天在网上看到的这种航海，或者租一艘这样的游艇，也去尝试一下我们以前想都没想到或者想都不敢想的这些运动我觉得也可以去想一想吧。虽然是否能够实现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总之呢就是希望生活变得精彩这也是我今天跟太太一直在看这些视频，结果大家在这个方面还出乎意料的想法一致就是不是一种觉得时日无多大家需要及时行乐呢，还是说真的就有这样的一种追求，
需要去尝尝生活的新鲜感，并且呢，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啊，去迎接这种新的事情的一些挑战呢，这个还不好说，只是初初这么想一想。那么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啊，就是你一旦对一个事情有了想法，你就多去参照一下人家的一种经验，然后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呢，也去给自己制造一些体验的机会，然后你可能要拿一点时间出来，你去做一些思考。等到你过了半年、1年，你还是对这个心动，那基本上来讲啊，你已经打定了某种主意，或者呢做好了心理的准备了，那你就大胆的去尝试就好。所以今天也跟大家随意的聊聊啊。所以我希望呢，在新的1年到来的时候啊，能够适当的打破一下现在比较按部就班的这种生活，去尽量的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或者呢自己向往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今天在村里啊，一边骑行一边跟大家闲聊的退休生活的一些分享，以及呢今后的某种朦胧的打算啊。希望呢大家会有参考，或者呢更希望的是，就是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呢，也分享一下你的退休生活的一种状态啊，就看看大家是怎么样来打算规划退休的生活，并且呢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的行为，在退休生活当中，或者说在业余生活当中呢，让自己过得更有意义。那也请大家呢不吝赐教啊，希望呢也可以有些讨论。因为我是知道观看我视频的一些香港的朋友，有些人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比方说他们会经常回到大陆来，毕竟香港的这个环境啊，大家都知道，居住环境比较逼仄，那他们也是经常要到大陆来。那广州、广东的一些地方呢，距离又近啊，而且相对香港来讲呢要宽敞很多，消费呢也会低一些，所以大家呢经常会上来这边过一些他们的这种休闲旅行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挺好的。那还有一些呢，就对某些运动有兴趣啊，比方说游泳，比方说像我一样的骑行等等，就这些呢，我就觉得都是保持身体的一种活力，让自己呢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就会去做更多身体允许的这种事情，让自己有更多的愉悦。总之呢，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方式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像我这样人的退休的生活，就过得更加的开心。但是呢，真的大家也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退休以后啊，真的某一天你有可能会遇到断崖式的衰老，你的身体的机能，你的外貌的形象等等啊，都会在1-2年之内的就有非常大的改变。虽然这些吧都是无奈的事，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通过运动，就管控饮食，增加营养，
更重要的呢，就是让自己快乐，来抵抗这种衰老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正在经历这种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变化过程当中的退休人员给大家的真心的一些忠告，一些想法的分享希望呢引起大家的一些关注。那最后呢，也祝大家生活愉快尤其是安度晚年的朋友真的要放开一些包袱，放弃一些以前的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一部分的财物，专注呢去做一些让自己没有做过的事，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在这种新的挑战或者说尝试之中呢得到一些满足感和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那今天在村里骑行呢就到此为止我就随便这么骑着说着而且呢我希望也不做太多的这种来编辑我的视频，就原汁原味的呢就把它呈现给大家。那肯定呢就会有一些内容讲的不合逻辑或者有吐字不清的地方，或者呢有语句颠倒的地方请大家呢多多的包涵。好了，今天呢就是这么一种描白式的分享，同时呢在这边就完成我今天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谢谢大家的点赞，更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教和分享你的经验，提出你的问题。好了，再见，拜拜。